其实《水龙吟》它里面的人物都很复杂，每个人他都是有缺憾的，他们会从彼此身上去映照自己。我们这个戏有众多的江湖人物，他们身上有一个共通的特质，就是情。唐丽慈最初的时候是会被贴上不择手段这个标签的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每一步的布局，都是为了复活方舟。方舟对于唐丽慈来说，它是亦师亦父的这么一个存在。方舟能复活是最重要的。他可以随口说我所有的朋友我都不在乎，因为其实唐丽慈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处在灰色地带的人。所以最初的时候，他会陷别人于危险之中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并且他的手段是那种敌我所共诟病。但是他后来发现，入世之后有了更多羁绊，更多朋友为他付出之后，他是动容的。他就算再不愿意，再自我拒绝，他身上也已经长出了情感的藤蔓。他拔出自己身上的锋芒，创伤就会化作他的软肋。但是这是他蜕变的必经之路，他在这个过程中越是历经万千劫难，最后他达到的果位是会越高的。唐丽慈跟沈郎文跟池云来说，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兄弟情，他们有足够的就是情感支撑。怎么就与我无关了？为何要跟我们隐瞒？唐丽慈和沈郎魂，男人之间的沟通。唐丽慈可能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一些，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心里边。沈郎魂他的敏感度会让人很害怕，一点一点的细微的表情，他会猜到你内心中想要的是什么。有时候，沈兄的敏锐才会让我害怕。所以他也是一个杀手的很敏锐的一种直觉。那像池云呢，他就是一个很开朗。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放在表面上，说白了就是没那么多心思，他就一心只想就是匡扶正义。虽然是个黑道，自由且炙热的一个决策。他们三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，但是三个人在一起又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化学反应。你就只是看着，累死我。这也是就是人物跟人物一起相互陪伴、相互成长，也是我们整个戏到最后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所讲的一点。刘演善也善不到极致，坏不到极致。他是一个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的人，他做的一切的那些恶事是为了对付唐丽慈，他觉得自己行的是正道，你要杀死剥削，要先成为剥削，所以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怪物。最开始接触《终身记》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设。前期是初出茅庐，一个正义的女侠，然后到了中期、后期，她对这个世界的体悟有所变化，然后开始触发她内心阴暗的一面，或者说是更利己主义了一些。季方桃从出生开始就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爱，鬼牡丹扼杀掉了他所有的情感，他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充满怀疑和不信任。做坏事，只要不被发现，就不会发生。所以他活下来的这几年，我觉得和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千丝魁伟，受人控制，做着自己不能自主的恶行。但是当朴珠给予了他善意，向他伸出那双手，血肉会疯狂生长。他应该身上会有一些重重的那种谜团，孤苦无依的姑娘遇到了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，有一种比较感恩的情感，也有一些儿女情，然后也会有一些依赖，就是慢慢的就是喜欢上了唐丽慈。但是当一切揭开的时候，他才被发现他是把自己伪装成了被拯救的弱者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儿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也陷进去了。
我们每个人在世间行走的时候不是孤独的，喜怒哀乐忧恐惧，其实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。你要怎么选择生杀爱恨，这部分还是要靠每一场戏细腻的人物情感去铺排，才能让观众觉得人物是真实且有魅力的。水龙吟是玄幻武侠，武学其实代表的是每个人物的境界，会比传统武侠的难度会更高一些。我们从前期的设计概念上就已经做好了区分。因为我们世界观创造出了2大的位面世界，一个是神州，一个是连境，所以武学体系之后才衍生出各个人物的武学的功法和武技。我们根据各个人的武学特点，设计相应的武学核心意象。第一层是易化虚，在纯粹的易经中对敌，比如说石云的杜至十八斩。第二层是实虚间，意境内的部分具有了一些物理的属性，比如沈郎魂的雪月诛心术。第三层呢，就是虚化实，使整个意境世界降临现实，这就是唐立时的境界了。构建武学体系特色的另一个就是武器了。我们给出很多人物的武器起名都是有来历、有象征的，甚至于人物的命运的写照。比如唐立慈的武器不媚胡龙，他以此命名，时时警戒自己的羞耻己心，不媚于邪。传说中忽律乃是一个4角的毒龙，口含雷音，专杀玄武。我们觉得这种寓意很适合刘演，我们就结合唐制的呼雷琵琶的制式做了设计，名曰忽律雷音，造型华丽而诡异。唐立慈他是一个武艺高强，在这方面来说是毋庸置疑。他的武器有笛、银镯、铜铃、剑、琴，打起来非常带感。罗老师的手非常灵活，像我都比较笨，就很难做到那些从小份里边拉出来拉琴弦那样灵巧的动作。在威亚上还要摆各种你们讲出圈的 pose， 这个难度非常高。沈郎魂的武打设计是类似柔中带刚，因为他那个武器叫剑鞭，平时是一把直立起来的剑，但他在特殊的时候，他那个剑还可以分成很多个小块，有一条钢丝连接的剑鞭。池云的武器是一环渡月，平时的话它只是一个吊坠，吊在胸前，但是它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可以有好几种形态的变化。刘演的武器是琵琶，这个音杀功难在你怎么向观众展示音杀，就是靠乐器击打出来的音乐怎么造成攻击伤害。他也是需要把那个琵琶的弦拉扯起来，有一些花哨的手部动作。跟春季老师的这个武器是一把比较小的剑，叫小桃红。他的打戏风格塑造出来的是一个干练，然后又带着点可爱的一个女侠。然后西方桃老师的本来个子也高，身条长，然后做出来动作看起来很舒展。就是他的出场的时候，他带着那个蜜梨，撑着伞完成和朴树先生的对照，在伞底下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第一个拍的比较难度高的是剑王城大战，它展示的这个长度和跨度还有地方就比较多，每个角色都有必须要拍的作用，特别复杂。第二个难度比较大的是当时的梅林打，红姑娘带的梅花易数，狂澜无形攻击3人小队。唐立慈出来了以后，西方桃又出来，
就是它的翻数非常多，然后拍摄难度、器材挪动啊，左边右边翻都是很大的困扰。第3个就是梦回雪桃林恩怨的解决场，难度是把动作和戏全部融入到一起，需要通过这场大戏情感推动到另外一个节点。还有一个难点是在衣服上，每次的舞剑、甩笛、空翻，我们就得拉着后边那个披，看起来更漂亮。比较印象深的是，有一次拍阿谁被唐丽兹的红绫扯出来，让他做一个转身，因为他那个头上不是有那些好多条条珠珠，他一抽也狠狠抽了一下，然后他自己悄悄的转过去，舞到身后，在那哈哈哈在那笑。水龙吟的江湖是百兵交鸣的锋芒，是千机万象的匠心。见天地浩然之气，感江湖快意恩仇。仅以这刀剑写成的诗，肝胆酿成的酒，敬天地，敬江湖，更敬从小就热爱武侠的你。